4月9日，上海和和系爆出重大资金兑付危机，旗下公司和合首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告严重资不抵债，无力继续兑付规模高达45亿元的投资款项。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和合首创实控人林强连夜逃离内地，全家移民新加坡，还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量资金转移至海外。可以说，这又是一个令富人阶层心惊胆战的财富大劫。在和合首创危机爆发后不久，另一家金融机构平安信托也遭遇了一起高达100亿元的信托产品违约事件。可以说，从地产到金融，富人们趋之若鹜的各种金融衍生品正在轰然坍塌，他们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正在一个个被现实狠狠地压榨着。相比之前的一些个例性事件，这2起事件标志着富人阶层正式进入了一场集中收割的历史时刻。根据媒体报道，和合首创此次暴雷事件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究其根源，和合首创的实际控制人林强与另一位债圈隐形大哥于雷关系密切，他们联手操盘了大量城投资产的结构化发债业务。随着地方债务问题日益严峻，于雷最终被查，而和合首创的林强为了掩护自己逃往海外。同时，和合首创大量涉足的私募通道业务也暴露出了巨大风险隐患。不仅如此，从平安信托的发债违约事件来看，信托行业整体也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据统计，在过去4年间，信托行业直投地产的规模就已经从2.8万亿大幅压降至1万亿，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高风险资产池。如果再加上间接投资的部分，整个信托行业涉及地产和城投的资产规模或高达2万多亿。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类似的信托产品违约事件可能会持续爆发，投资者们恐怕难逃殃及。更为关键的是，地产和城投领域的大规模崩盘正在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波及到各类金融衍生品和富人阶层的财富。比如股市中的一些蓝筹地产股就已经出现了20%甚至30%的腰斩，富人爱好的艺术品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迹象。无疑，这场暴风雨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向令人不寒而栗。和合首创暴雷事件，财富转瞬即逝，上海和和系的崩盘恐怕将成为2023年中国富人阶层的一个转折点。4月9日，和合首创官网发布公告称，公司及相关企业已严重资不抵债，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已无力兑付。和合首创未兑付资金规模或超45亿元，这意味着即将有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面临巨额损失。更令人震惊的是，据报道，和合首创的实控人林强早在8个月前就已经连夜逃离内地，全家移民新加坡，还通过地下钱庄向境外疯狂转移资金。从表面上看，和合首创的业务包括股权投资、私募投资和票据投资等，看似多元化经营。但实际上，它最核心的业务就是充当所谓私募通道，为城投平台融资。其背后的大哥正是另一位债圈隐形大佬于雷。于雷曾在国泰君安期货和中原期货工作多年，被业内人士称为城投债隐形大哥。他在城投圈的影响力惊人，能串联上100家持牌机构和私募公司，为城投平台提供融资渠道。而和合首创的林强正是于雷最重要的代销渠道之一。随着地方债务问题日益严峻，一些网红地区的融资中介被清查，于雷的这个结构化发债大网也逐渐浮出水面。2023年4月，于雷本人也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这无疑成为了林强的导火索。在于雷事件曝光后的8个月内，林强连夜逃离内地，全家移民新加坡，并通过地下钱庄加速向境外转移资金。而和合首创也随之陷入资不抵债的危机。这背后不难发现，
林强和于雷之间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勾连和利益输送。而就在满40岁的于雷在今年2月离世后不久，林强也选择了弃船逃亡。这无疑让人联想到，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些秘密最终导致了林强的仓皇出逃。可以说，和合首创的崩盘彻底撕开了债圈隐形大哥操纵地方融资的黑幕，而这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条也让不少富人阶层感到心惊胆战，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也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镰刀收割的目标。不仅是和合首创事件触目惊心，就连此前一直被视为稳健的平安信托，也在近期爆发了一起高达100亿元的信托产品违约事件。根据统计，在过去4年间，平安信托就已经出现了41起同类事件，涉及金额超过100亿元。而平安信托并非个例，整个信托行业都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据统计，在过去4年内，信托行业直投地产的规模就已经从2.8万亿大幅压降至1万亿。但即便如此，这也还是一个巨大的高风险资产池。如果再加上间接投资的部分，整个信托行业涉及地产和城投的资产规模或高达2万多亿。可以说，在这场信任危机中，不仅平安信托，还有中信、光大、中融等一众信托公司都已经或多或少遭遇了产品违约事件，甚至还有一些信托公司直接宣告破产，比如雪松信托和四川信托。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类似的信托产品违约事件可能还会持续爆发。对于那些把辛苦多年积累的财富交予信托公司的投资者们来说，恐怕难逃殃及。地产和城投的大崩盘，无疑，和合首创和平安信托的暴雷事件都与地产和城投领域的大规模崩盘有着密切关联。以和合首创为例，其实际控制人林强之所以能在城投债中大赚一笔，关键就在于他与债圈隐形大哥于雷的合作。而于雷之所以能在城投圈如鱼得水，靠的正是他所构建的一个庞大的结构化发债网络。据了解，在于雷的这个网络中，除了串联了多家持牌机构和各类私募，还通过中间人对接城投平台和资金方。仅2022年，于雷就发行了近200个城投结构化产品，总计规模接近200亿元。然而，随着地方债务问题的暴露，像江苏、湖南等网红地区纷纷开始对融资中介进行清查，于雷的这个结构化发债大王也逐步浮出水面。而就在这时，于雷本人也被带走调查，最终抑郁不治。在这种背景下，和合首创的实控人林强也选择了弃船逃亡。可见，地产和城投领域的崩盘，不仅让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也拖累了那些依附其上的金融机构和个人。而这种连锁反应并未止步于此。据统计，在过去4年内，信托行业直投地产的规模就已经从2.8万亿大幅压降至1万亿。但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高风险资产池。如果再加上间接投资的部分，整个信托行业涉及地产和城投的资产规模或高达2万多亿。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类似的信托产品违约事件可能会持续爆发，投资者们恐怕难逃殃及。更为关键的是，地产和城投领域的大规模崩盘正在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波及到各类金融衍生品和富人阶层的财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地方债务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低迷，这场财富大劫恐怕还远未结束。对于那些依赖金融杠杆谋求暴利的富人来说，更残酷的命运恐怕还在后头。